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邱明姐的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邱。观看我的影片，让我们一起骑着脚踏车，看到更宽更广的世界。我们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黄国昌立法委员。真高兴的叫小邱，没有想到第一次见到你，竟然是在合欢山上面。台湾有很多非常经典的单车路线，北进武岭、北出武岭、97850、77850、骑渔老到武岭，这些路线的难度跟经典程度足以扬名世界。这些路线一定都得骑经过合欢山隧道，而合欢山隧道常年没有照明设备，是我们台湾乡民车友一直想不通的问题，堪称台湾车坛的世纪悬案。合欢山隧道位处海拔2500公尺的大屿岭附近，任凭您再怎么强壮，每次骑到合欢山隧道，保证头脑晕晕的，眼睛雾雾的，还得骑经过伸手不见五指的合欢山隧道，非常危险。本频道在2024年9月9日上映的影片《一日北进武岭北出武岭》下集，我当时就抛出合欢山隧道没有装灯的议题。我们出了这个合欢山隧道，为什么没有灯？为什么不牵电？有这么困难吗？时光荏苒，1年过去，我们的合欢山隧道依旧还是没有照明设备。于是我在2025年9月23日上映的影片《一日北进武岭北出武岭》再度抛出合欢山隧道没有灯的议题，在影片中 tag 黄国昌立法委员，以下简称国昌老师。这个合欢山隧道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不能装灯？黄国昌老师，听说您有在看我的频道，我帮全台湾的车友请愿，合欢山隧道装灯。没想到国昌老师真的有看到影片，并且给予留言，收到，我来了解一下。再隔几天，国昌老师再来留言回复，哔哩吧啦哔哩吧啦，说了一些公路总局对合欢山隧道无法装灯的理由跟借口。国昌老师最后补上一点说明，但我理解车友们对于照明的需求以及用路安全的考量，接下来我会找时间实地考察，寻找可能的改善方案。所以我们才有开场那段赌神出场的 BGM。 国昌老师、一些公路局的同仁加上我们一起到合欢山隧道实地考察。我这边看起来合欢山隧道应该是可以点灯成功了。谢谢国昌老师愿意为民喉舌，亲身走一趟合欢山隧道，请听我们乡民车友的声音。骑脚踏车就是一个很单纯的运动，哪有可能在那边分党派、分颜色、分派系？在我们上一部影片，台北市议员陈佑成议员已经指导过我们。那其实这件事情不分任何党派，也不要因为这样贴上任何的颜色。如果硬要我说我的政治立场，好，我现在公开表态我的政治立场。我在今年8月成立一个党，叫做小邱党，我就是党主席。小邱党现在拥有398位党员，党员编号如下。这398位党员每个月要缴交300元台币的政治现金给我， YouTube 拿走90元，我个人实拿210元，换算下来，我每个月可以收到83580元的政治现金。这398位党员就是我的老板，我得全力服务这398位党员。这398位党员未来有可能骑脚踏车经过没有照明设备的合欢山隧道，很危险，所以我得想办法在合欢山隧道装上照明设备。我就不是一个怕事情的人。我的好朋友 Remco Evenepoel 曾经说过 Sometimes you need the balls to race， 意思就是要有球才能做频道啦。你们这样评估大概多久可以？结束在春节后3月左右把它进场去做，赶在清明年假以前把它完成。需要这么久？这里冬天很难施工，那时候会找不到人来上来，我是卡在这个冰封的这个问题。他们说还有另外一个隧道有一模一样的问题，你们一起评估好不好？东埔隧道、同福隧道，哦，还有金马隧道，我们看起来蛮有机会成哦。
2026年清明节之前就可以搞定。Super good news！ 秋哥好，各位网友大家好。没想到啊，第一次跟秋哥碰面就是在合欢山隧道前面啊，真的是很高兴，老师，我的荣幸，我的荣幸，我的荣幸。第一次来这边吗？第一次听过武岭的大名，我是坐车上来武岭。我做完只有个感觉，我对于可以骑完武岭的人，心中有满满的尊敬。我的老天啊，这么长的陡坡要怎么骑啊？武岭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，外国人都要买机票来骑的呢。应该可以办很好的比赛了。扬名世界，在我们的努力之下，一定要让武岭再度扬名世界。这一段路，天堂有路您不走，地狱无门您硬要闯。天堂路，这条叫天堂路，全世界最屌的路就这条路。为什么？10公里除了很陡之外，海拔高，你海拔高，大概你的体力剩下70-80%，你吸不到氧气。很多外国朋友买了飞机票，就只是为了骑这一段天堂路。大名鼎鼎 Notorious。OK， 你有个朋友也是有成立一个品牌，叫什么 Notorious？ 对，叫什么陈什么汉的？对，陈之恩馆长想骑车找我。现在这个坑越推越大。那有黄国昌立法委员愿意来骑脚车，我们真是非常高兴。需要什么？老师你一句话我处理。而且我还需要瓦数。我这边有9阴真经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，还有好的方法，我们这都有好的方法。陈佑成，你学弟嘛，你去问他一下，跟我骑车有没有收获？谢谢学长不吝给予指导与教诲啊！今天真的是非常高兴我们的主角合欢山隧道，合欢山隧道居然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。我们黄国昌立法委员看起来成了应该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咱骑梯被骑几世人，这都没等会。我们以为我们这辈子这边地方没灯了。好，因为现在冬天天气不好，比较难找到人来施工，但是他答应我。明年春天一定会做好，请各位车友再耐心等待一下。这是非常棒的里程碑，代表我们的心声，真的你们听得到？我们开始自己关心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的习惯是比较实事求是啦。我知道同仁也辛苦啦，给他们一点时间，我也会拜托他们，尽快来完工，因为我知道武岭算是台湾骑自行车的圣地啦。但是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大家都关心。现实上也有需要，那我们就一起努力把它做好。谢谢国昌老师，真的是很感谢。秋哥，你客气了。真的，如果没有你这样子上山下海，有很多事情我们坐在台北的办公室也不会知道。工作我算是跟国昌老师的同事。你是公仆嘛？对啊，我嘛是公仆啊，我是台湾车坛的仆人呐。这是我给我定位啦，毕竟我现在1个月收8万元的会员费。好，那当然无功不受禄啦。好，说实在我这个8万块领的真的是也是战战兢兢，就像你的薪水，我相信你也是领的战战兢兢。当然，你也是不能当躺赢狗呢。是。好，躺着盯，每个月你来。国昌老师，我跟你报告，我明年还是要去环法，说不定哪天我们真的邀请到 Pogačar 来这边骑武岭表演赛。我上个周末。我看到我们那个环法日月潭，竟然把那个 Philipsen 给请来了。Hello child。那个 Philipsen 算是世界上面数1数2的冲刺手吧。包括去年请到 Mark Cavendish 对，35胜。包括去年请到 Mark Cavendish 对，35胜。老师懂哎，我说我有看环法，就不是在那边跟你打嘴炮，是真的有在看35战呢。因为这些世界级的选手其实在欧洲帮台湾讲几句话，说台湾多漂亮。多好的骑自行车的环境可以让世界看到台湾很好的方式。Fighting！ 好，我们谢谢黄国昌老师，黄国昌立法委员。好，影片到这边结束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